你可能并不知道，村里98岁老奶奶总是用核桃壳和鸡蛋搭配在一起煮，这种做法她吃了一辈子，可惜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。那么快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核桃有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它是一种营养价值特别高的坚果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和钙、铁、磷等多种微量元素和多种矿物元素以及胡萝卜素。但是有很多人吃完核桃总是会把核桃壳给扔掉，如果这样，那么就太浪费了。村里老奶奶总是把核桃壳留下来，会把核桃壳先放入盆中，然后再加入一些水，因为核桃壳表面其实也是非常的脏。而清洗核桃壳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食盐，然后再用手来抓洗。食盐不仅有清洁作用，而且还有杀毒消菌的作用，用它来清洗核桃壳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我们在清洗核桃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核桃壳它非常的坚硬而且锋利，千万不要将手划伤哦。洗好核桃壳之后，然后捞出，再次加入水，把核桃壳多清洗几遍，最后用漏勺将核桃壳捞出，然后根据需求准备适量的鸡蛋。我这里准备了2颗鸡蛋，先加入一些水，将鸡蛋的表面给打湿。接下来再将鸡蛋拿入手中，这里我们需要在鸡蛋表面撒上一些食盐。众所周知，鸡蛋表面它是特别的脏，食用之前如果只用清水来洗是洗不干净的，表面有非常多的细菌，甚至残留了许多的鸡粪。因此无论我们平时怎么吃鸡蛋，也不能只用清水洗，最好加上一些食盐来清洗哦。虽然说鸡蛋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，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将它清洗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，也会更加的健康。直到将整个鸡蛋都用食盐搓洗一遍，然后在水中将表面的食盐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洗好之后我们还得用水再冲洗一次，直到将鸡蛋表面残留的脏东西和食盐全部冲洗掉，这样2颗干净的鸡蛋就已经洗好了。最后把核桃壳放入锅中，再把鸡蛋也放入锅中，然后往锅中加入水，记住这里水尽量多加入一些哦。再把盖子盖上，再打开火，记住我们这里一定要用小火，如果直接开大火，咱们的砂锅非常容易升温，就有可能引起鸡蛋爆裂哦。煮上8到10分钟，锅里面就开了。我们将锅盖打开，哇，闻起来真的太香了。但是这时候我们的鸡蛋还没有好，可以看见煮鸡蛋的汤汁已经变色了，这就说明核桃壳当中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煮至锅中。再用漏勺把鸡蛋捞出，用小勺子轻轻的敲打，力度不要过大，否则就把鸡蛋给敲碎了。
这里我们只需要把鸡蛋壳给它敲破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用这一步操作呢？因为敲碎鸡蛋壳，再把它放入锅中，这样一来，咱们核桃壳煮出来的营养价值才会被鸡蛋给吸收到内部。另一个鸡蛋也用同样的方法给鸡蛋壳敲碎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准备一块红糖或者冰糖都是可以的，不仅能够增加营养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哦。再次把盖子盖上，用小火再煮上5到8分钟，让鸡蛋吸收到足够的核桃壳营养以及红糖的味道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再揭开盖子，关火，这样一锅好吃又营养的鸡蛋就已经煮好了。不知道这种吃法你有没有试过呢？当然，像里面的这些汤汁我们也可以喝的，因为核桃壳已经洗得非常干净，汤汁喝起来甜甜的，还有核桃的香味，也非常的有营养哦。最后我们将煮好的鸡蛋盛出，放入大碗中，当然里面的汤汁也不要浪费，全部盛入碗中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吃了。如果你怕烫，就把它放置不烫以后再吃，千万不要用凉水来降温哦。这样用核桃壳做出来的鸡蛋，好吃美味有营养，村里老奶奶可是吃了一辈子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平时喜欢用水煮鸡蛋吃，不妨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。我们可以将鸡蛋剥开，再让大家来看一看。其实这个方法也是挺简单的，就像平常你在家里面做茶叶蛋差不多一样的方法。可以看见，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壳也非常的好剥。这种鸡蛋吃起来不仅有甜甜的感觉，同时还有核桃里面的香味以及核桃壳当中的营养成分哦。把鸡蛋壳包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吃上了。当然也可以放入碗中，再吸收一些汤汁。最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夹起来吃就可以了。圆滚滚的鸡蛋不好夹，我们可以用筷子给它串起来，这样我们无论再烫都不怕了。串起来，我们再咬上一口，味道是真不错，而且可以吃一口，然后蘸一下汤汁哦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知道这种吃鸡蛋的方法你有没有试过呢？如果没有，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